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井上浩史先生所著的《轻松早起术：把忙乱的一天变成充实的一天的早晨习惯》这本书。大家早上匆忙起床，赶着出门的情况很常见吧？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能够悠闲地度过早晨的时间。比如，有些人在上班前还能悠闲地去咖啡厅，这样的行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人总是显得从容不迫，散发着成功者的气质。事实上，一天是否从容，是否充实，关键就在于你早晨如何度过。今天我将彻底介绍如何克服没有余裕的一天，并通过早起让一天变得充实的小技巧。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早晨30分钟，重整人生，轻松养成井然有序的早起习惯。第二，只需这一步，认真改变人生，从明天起彻底不同的人生。第三，早晨1分钟，焕发整天活力，轻松告别疲惫的一天。首先是第一部分，早晨30分钟，重整人生，轻松养成井然有序的早起习惯。如果你想早起，请务必参考。第一个秘诀是为早起设定明确的目的。如果明天早起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明确你早起的目标是什么。早起意味着你要重新安排理想的时间表。如果早起没有目的，只是单纯想早起，那是没有意义的。早起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有效利用早晨的时间。如果没有明确想做的事情，就容易想着反正没什么事，不如再睡一会儿，结果就又会睡回笼觉，早起也做不到。那么具体应该设定什么目标呢？早晨要做的事情因人而异。本书将早晨的行动大致分为2类：目标型行动，例如每天早晨学习1小时英语，希望明年能说流利英语，设定明确目标并坚持努力；生活型行动，没有特定目标，但用于整理生活或自我保养。举例来说，早起打扫房间，或者进行平时不做的护肤，这些都属于生活型行动。本书推荐早起选择生活型行动作为目的，因为整理好生活环境会让心情更好，从而愉快地开始一天。而如果生活基础没有整顿好，即使设定了目标，也不一定会心情愉快。例如，即使努力学习资格考试，如果生活杂乱无章，也只是忙碌的早晨而已。所以，早晨第一件事应该用于整理生活基础。第二个秘诀是根据早起时间倒推一天的时间表。早起意味着你要重新安排包括早起获得的时间在内的一整天的时间表。因此，首先可以设定一个理想的时间表。假设明天可以早起，把一天要做的事情按时间顺序列出来。这不必完全可行，初期可以先设想一个理想的时间表，按照如果能这样度过一天就好了的模糊目标来安排。很多人每天出门时间固定，可以从出门时间倒推，安排早晨的自由时间。比如，如果你以前7点起床，突然改为4点起床并不现实，所以可以先假设早晨自由时间为1小时，再计算早餐时间、准备时间等，从而知道自己明天要几点起床。首先，要安排晚上的时间表，请先计算从回家时间到就寝时间，你的夜晚自由时间有多少？举例来说，如果你通常19点下班，计划22点睡觉，那么你夜晚的时间总共有3小时。如何分配这3小时非常关键，建议从必须完成的任务开始安排。例如，晚餐准备和洗澡，如果晚餐需要1小时，洗澡30分钟，那么剩下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1小时半，把这段时间安排为自由时间即可。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从出门到晚上回家基本上都是工作时间，这样一来，你的理想时间表就初步完成了。接下来要做的是对比理想时间表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差距。很多人实际上睡得比理想就寝时间晚很多，这会导致早晨起床时间自然被推迟。为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果决定晚上10点睡觉，就必须想办法确保真的能在10点入睡。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无法在晚上10点入睡呢？原因往往是玩手机、拖延时间。只要去掉这些拖延，并严格按照时间表行动，你就能按时就寝。如果能按时睡觉，自然早晨也能轻松早起，这样整个人生都会顺利运转。这就是逆算思维的重要性。为了早上6点起床，就必须晚上10点睡觉。为了晚上10点睡觉，晚饭后不能拖延，要立即处理该做的事情。通过这种逆算思维，你可以养成为早起而计划行动的习惯。第3个早起秘诀是每天做同样的事情，而不是每天变换内容。为了养成习惯，每天坚持做同样的事情非常关键。之前制定的时间表应保持基本一致。很多人早晨有很多想做的事，比如散步、学英语。有些人会想按周安排，周一、周三、周五散步，周二、周四学英语。但这种方法不推荐，原因是每天做不同的事情不利于习惯养成，容易中断。因此，建议至少在最初阶段，平日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即使早晨自由时间只有30分钟，也可以将时间拆分，比如每天15分钟散步，15分钟学英语，而不是交替进行。研究显示，每天即使短时间接触英语，也比间隔日学习的效果更好。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可以让习惯成为日常，身体自然适应，早起变得轻松而自动化。这对刚开始尝试早起的初学者尤其有效，非常值得尝试。接下来是第2部分，只需这一步，认真改变人生，从明天起彻底不同的人生。我想分享4个帮助你成功早起的关键思维。首先，第一个关键思维是通过自己的意志决定是起床还是继续睡。实际上，虽然很多人想明天早起，但能真正做到的人很少。大多数人要么像往常一样勉强起床，要么睡过头而陷入自责，本来打算早起，结果反而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本书指出，很多人无法早起，是因为没有自己做出明确的决策。作者认为，早起是一天中最重要的第一次决策。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务，在人生中，我们能够自由做决策的事情其实并不多，而这些决策决定了我们一天的生活方式。作者强调，当你早晨能做出我要早起的决策时，这会对你的人生观产生巨大影响。仅仅早起，早晨的生活方式自然就会改变。早晨的改变会让一天都变得不同，累积这些改变，你的人生也会逐渐改变。因此，早起的决策是足以改变人生的重要决策。明天早上，你是要起床，还是继续赖床？这由你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第2个关键思维是意识到早起能对人生产生巨大影响。据说，人类改变自己的方式只有3种：改变时间分配、改变活动地点、改变交往的人。而本书作者指出，这3件事都可以通过早起实现。首先，早起可以将生活从夜晚转向早晨，这意味着一天的时间分配发生了变化，这是第一点。其次，早起的人和晚起的人活动的地点也不同。晚上19点开始活动的人，可能大多在居酒屋，而早晨5点开始活动的人，可能会选择安静的咖啡馆。因此，早起改变了活动地点，这是第2点。最后，交往的人也会随之改变。晚起的人可能每天和在居酒屋喝酒的人交往，而早起的人则可能与在早晨咖啡馆工作、志同道合、上进心强的人交往。这就是第3点，改变交往的人。因此，通过早起，你已经满足了改变人生所需的3大条件。若不早起，要想同时实现这3点，将非常困难。要改变时间分配，可能需要换工作；要改变活动地点，可能需要搬家；要改变交往的人，也绝非易事。而只需早起，这3件事就能顺利达成。这是一种极高性价比的方式。第3个关键思维是把早起视为一种人人平等、无需任何参与条件的权利。例如，
即便想环游世界，现实中能真正去的人，通常是少数拥有足够资金和长期假期的人。换句话说，很多事情都有参与条件，钱、时间、学历、职业、家世、年龄等都可能成为限制。相比之下，早起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每个人都可以轻松获得。也就是说，早起是一件人人平等都可以参与的行为，门向所有人敞开，只需决定是否去做。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比如去健身房锻炼，今天累了可以选择不去，但早起没有这样的借口。下雨了也不能说今天不早起，即便前一天熬夜睡过头，最终也总会起床。换句话说，早起只是一个以必然会起床为前提，决定何时起床的简单选择。这是人人可参与，没有例外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早起正如前面所讲，是一天中最重要、最强大的决策。把行为看得简单，我们就更容易完成它。第4个关键思维是把早起看作是对自己的约定，必须遵守。你是否能守住和自己的约定呢？即便很多人能守住与他人的约定，却很少有人能守住与自己的约定。早上6点起床，就等于与自己约好6点的见面，即便你会为他人准时到达，为什么对自己的约定却常常违背呢？然而，与自己的约定比与他人的约定更应该优先执行，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违背了与他人的约定，会破坏人际关系，失去信任。同样的，如果你违背了与自己约好的早起，你就无法信任自己，自我肯定感下降，人生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相反，如果你能遵守与自己的约定，你会信任自己，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每天按时起床的人，给人可靠、积极的印象。通过遵守与自己的约定，你也能建立这样的自我形象。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早起是与自己约定中最容易实现、最简单的约定。与自己的约定还有很多其他类型，比如根据当月身体状况、生活节奏或学习时间等复杂因素设定的约定，其结果往往要到未来才能知道。而早起的结果立刻可见，能起床就是成功，没起床就是失败。这使得早起成为与自己约定中最简单、最容易执行的事情。如果连这样简单的约定都无法遵守，那么更复杂、更困难的约定，比如提高销售业绩，或者控制饮食、坚持减肥，几乎不可能实现。这种说法有点严格，但非常现实，也是作者想让我们理解的思维方式。接下来是第3部分，早晨1分钟，焕发整天活力，轻松告别疲惫的一天。我将介绍通过早起大家可以获得的3大巨大好处，希望能大幅提升你们早起的动力。第1大好处，把事情交给明天的自己，压力大幅减少。其实，早起对健康有明显的好处，这是因为早起成为习惯后，人们的压力会减少。当早起成为习惯时，你会对明天的自己产生期待。正如前面所讲，能够早起的人，是能遵守与自己约定的人。把它类比成与他人的约定，也容易理解一个总是准时到达的人，你会信任他，期待他完成工作任务。同样的，每天早起，遵守与自己的约定时，你也会对明天的自己产生信任和期待。例如，当还有很多家务或工作必须完成时，大多数人会选择加班、熬夜，甚至彻夜来完成。但如果你每天早起，信任明天的自己，你就可以把剩下的任务交给明天的自己。也就是说，明天照常6点起床，就能腾出1小时。因此，今天可以选择休息，把任务交给明天的自己，从而冷静判断。大多数人没有早起的自信，所以无法信任明天的自己，只能今天熬夜完成任务，结果造成睡眠不足、压力积累，健康状况下降。而压力无疑是健康的最大敌人，长期压力会引发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因此，从健康的角度来看，
早起是一种非常优秀的习惯，但需要补充的是，每个人的生理节奏不同。对于夜行人，强行早起反而会成为压力源，影响健康。早起应基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例如，早行人6点起床算早起，而夜行人原本11点起床，现在改为10点起床，也可视为早起。早起的关键不是具体几点起床，而是在自己的生活节奏中提早起床。第二大好处，成功的连锁反应，让整天都顺利。早起意味着履行了与自己的约定，在早晨给自己打了对号，这种对号会产生连锁反应。如果早晨打了对号，整天都会顺利；如果早晨没能起床，打错号，整天都会感到不顺。履行与自己的约定意味着完成了应做的任务，之后的自由选择也随之增加。早起带来充裕的早晨时间，你可以选择阅读、散步、打扫等活动，完成这些自己选择的事情，又会形成更多的对号，产生正向连锁反应。反之，如果赖床，早晨打错号，整天都会陷入连锁的错号，比如阅读计划未完成，出门匆忙忘带东西迟到，心情焦虑导致工作不顺利，晚上还可能因为前晚赖床而难以入睡，最终一天全是错号，陷入负向循环。因此，早起是让一天顺利、整天打对号的关键起点。第三大好处，体验非日常，如同环游世界。早起还能带来与环游世界相同的价值，获得非日常体验。作者指出，坚持早起能够让我们免费体验环游世界的那种兴奋感。环游世界意味着体验平时无法获得的非日常生活，而早起同样能带来这种体验。清晨独属于自己的静谧时间，无人打扰，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做真正想做的阅读、跑步等活动，从而清晰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和环游世界的体验相同，去未知国家，远离日常生活，获得非凡经历，从而改变视野和价值观。不同的是，环游世界需要大量金钱和时间，而早起只需每天腾出1小时，无需请假，也不花钱，即刻就能开始。许多人早起后慌忙去工作，忙于应付眼前事务，而早起1小时的清晨，是完全属于自己的非日常世界。这种非日常体验会对人生产生巨大影响。不要小看这早起的1小时，它与环游世界的价值等同，值得重视。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早起并不仅仅是改变作息那么简单，它是一种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是一天美好开始的钥匙，更是塑造积极人生的重要起点。只要你每天坚持那短短的30分钟，甚至1分钟，你就能慢慢重整生活节奏，建立自信，享受专属于自己的非日常时光。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